叶晨的语气坚定且冷漠，言语间也充满肃杀之意，让现场所有人感到头皮发麻，更让那个托德吉尔伯特怕到极致。托德吉尔伯特自然不想死，也不想自己的家人像自己杀过的其他人的家人那样被人杀掉。一时间，他极度懊恼，向叶晨要一个所谓的公平，成了他这辈子做过的最后悔也最愚蠢的事情。他泪流满面，跪地不停的双手作揖磕头，祈求能够得到叶晨的原谅，但叶晨却完全不给他任何机会。见他不说话，叶晨便道：既然你自己不选，那我就帮你选吧。说罢，他开口对身边的万破军说道：按我刚才说的第一个去办吧，办之前调查清楚，动手的时候记得拍下视频，到时候拿给他好好看一看，看看什么叫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这家伙杀了这么多人，自己也不能幸免，把他家人那边处理得差不多之后，就可以送他上路了。万破军立刻点头说道：叶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办妥。托德吉尔伯特一听说，就算是自己的亲人被杀，自己依旧难逃一死，整个人的情绪便彻底崩溃。他虽然胆小怕死，但此时还是死死咬紧牙关，开口道：我选第二个。事到如今，一个人死也好过一个人死的同时再连累家人一起陪葬。一和安加一孰轻孰重，托德吉尔伯特还是能辨别清楚的。此刻他只能牺牲自己来保全家人，否则以他做过的那些勾当来看，他的家人恐怕一个也活不下来。叶晨本意并不想将托德吉尔伯特灭门，他不是苏守道，也不是一心为苏家鞠躬尽瘁时期的苏若离。既然托德吉尔伯特选择了第二个，那自己便成全他，也顺便给这些人提个醒，让他们意识到背叛和反抗的代价。于是他便指着房顶的吊扇，对托德吉尔伯特说道：我让人给你准备一条绳子，你自行了断吧。说罢，他冲强仔示意，强仔立刻从楼下后厨找来一根非常结实的尼龙绳。一众人都吓得脸色惨白，谁也没想到叶晨竟然让托德吉尔伯特就在这里自我了断，那岂不是要大家围观他自尽？而叶晨确实就是这么想的，既然托德吉尔伯特自寻死路，何不让这些残暴的纽约帮派成员们亲眼见证一下，最好是能给他们心里留下一些不可磨灭的创伤。很快，强仔便用尼龙绳在吊扇下方做好了一个越勒越紧的绳套，然后搬来一把椅子放在了吊扇的下面。见他准备好这一切，叶晨便对托德吉尔伯特说道：都准备好了，安心上路吧。托德吉尔伯特整个人已经浑身瘫软，此刻根本没有力气起身。叶晨便指着他身边的几位帮派成员冷声道：你们几个把他扶到椅子上站好。被点到的几人不敢不从，连忙将托德吉尔伯特抬到了那把椅子上。此时那尼龙绳编织的绳套就摆在托德吉尔伯特的脸前，其中一人甚至主动将那绳套套在了托德吉尔伯特的脖子上。托德吉尔伯特下意识想躲，可一想到叶晨给自己的另一个选择，瞬间又放弃了躲避。绳套套在他脖子上，叶晨看着他问道：你是想自己踢到椅子，还是让别人帮忙？托德吉尔伯特心知已经必死无疑，哭着说道：叶先生，辛苦您帮我一下吧。叶晨摇摇头，毫不掩饰自己的讥讽，鄙夷地说道：你这种人还不配让我亲手杀你。说罢，他看向之前与托德吉尔伯特一起来的中年人，淡淡道：你应该就是亡命之徒的二当家吧？那人连忙点头如捣蒜，恭敬又殷勤地说道：叶先生您好，我叫安格鲁布朗特，是亡命之徒的二当家。
说完，他赶紧又补充道：“叶先生，您可千万别把我跟托德想成一类人。他这个人不讲江湖道义，而且手段残暴。我已经隐晦地提醒过他很多次了，只是这个人从来不知悔改，反而越来越过分。我在他的手底下做事，想改变他也无能为力。”托德吉尔伯特没想到二当家竟然在这个时候反水，怒不可遏地训斥道：“安格鲁，你这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，你不要忘了，是我一步步把你提到现如今的位置上的。”安格鲁点头道：“没错，确实是你提拔了我，但这也不能掩盖你滥杀无辜、破坏帮派规矩的事实。整个帮派上上下下，每个人对你都有意见，只是你一直不知道罢了。那些无辜的人死在你手里的时候，你早该料到会有众叛亲离的一天。”叶晨看着安格鲁，指了指椅子上站着的托德吉尔伯特，淡淡道：“以后你就是亡命之徒的负责人了，你这位前任老大，就由你来送他上路吧。”安格鲁布朗特微微一愣，随即立刻毕恭毕敬地说道：“属下遵命。”随即他抬头看了看椅子上颤巍巍的托德吉尔伯特，淡淡道：“托德，安心上路吧，希望你死后上帝能原谅你。”说罢，他抬起右腿，猛地一脚踹在托德吉尔伯特脚下的椅子上，椅子应声被他踢倒，而托德吉尔伯特的身体也因为失去支撑瞬间下坠。他脖子上的绳索因为骤然的重力加速度，霎时间便将他的脖子死死勒住。他双手死命地抓住脖套，还想要挣扎，但没想到身体越是挣扎，脖子上的锁套就勒得越紧。完全的窒息感让他整个人出奇的清醒，他能够清晰地感觉到自己的气管被勒得完全无法呼吸，也能感觉到整个人的身体越来越烫，越来越麻，同时也越来越肿。一众人亲眼看着托德吉尔伯特就在自己的眼前被施以绞刑，一个个都心惊肉跳。杀人的事情他们几乎都经历过，但这种比较复古的行刑式杀人他们还从来没有经历过。悬挂在半空中的托德吉尔伯特在剧烈挣扎了几分钟之后，身体的挣扎幅度开始明显减弱，到了5分钟以后，他的身体几乎只剩下本能的肌肉抽搐，整个人已经完全失去意识，甚至失去了基础的生命体征。又过了几十秒，托德吉尔伯特的身体连肌肉抽搐都消失了，整个人化身一具尸体，在半空中没有规律的转圈摇曳，似乎是想让每一个人都看到他死的样子。叶晨这时对安格鲁说道：“尸体你带走处理。”安格鲁不假思索地高声道：“请叶先生放心，属下一定妥善处理。”叶晨点点头，又环视一周，开口道：“时间差不多了，该去叙利亚的立刻准备启程，留下来继续运营帮派的可以先回去从寻找财物开始着手了。以后利润每周上交一次，每2周做一次述职报告。记住我的要求：因奉阳为者杀，隐匿收入者杀，中饱私囊者杀，暗中通敌者杀。